上一个视频，我们一起走进了举世闻名的班夫国家公园和前往班夫的必经之路，北美最重要的能源中心之一——卡尔加里。但真正给我留下更深刻印象的，并不是这非凡的风土，而是卡加淳朴的人情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很多乐观、开朗、热爱自然的加拿大人。每次面对大自然的奇景，总会有他们和你一起驻足，一起沉默。相比于移民占比极高的温哥华，卡加保留了更多原汁原味的北美社交氛围。面对南边邻居的骚扰，他们会在餐厅里用最肮脏的字眼辱骂那个男人，但在电梯里偶然相遇，却依然会送上真诚的问候。在北美，逢年过节上街游行是很常见的事。在卡加这段时间，我就碰上了2次。先是1年1度的动漫展，北美漫展当然少不了本土的妖魔鬼怪。漫威和 DC 的俊男靓女闪亮登场。宝可梦也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越是这种场合，你越会感受到整个北美的人文融合早已不可逆转。同样的流行文化，同样的西部牛仔，就算闹得再凶，国境以南的生活方式早已伴随商业世界的扩张，成为这片大陆无法切断的纽带。每年7月的卡尔加里牛仔节，绝对是加拿大米其林3星级别的重要节日。今年世界杯结束之后，可以顺道去看看。去年的开幕游行带给我不小的震撼。游行前半部分的亮点是由牛仔、马车、原住民马队和皇家骑警等组成的队伍。据说是全球范围内在市中心举办的动用马匹最多的游行。作为全球重要移民国家的主要城市，游行后半部分自然要重点展示卡加各个移民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化，而各个亚裔社区是整支队伍里最活跃的存在。去年华人社区在游行里声势浩大，但有趣的是分成了4个方阵，繁体中文的一个方阵，简体中文的一个方阵，练气功的一个方阵，练邪教的一个方阵。4个方阵并没有排列在一起，而是拉开距离，穿插在各个国家的队伍之间，形成一道特殊的风景线。
或许你我都明白这几个方阵之间的区别，但如果当时有外国朋友问我，中国人为什么要分成这么多队伍？他们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不走在一起呢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或许是为了寻找答案，我来到市中心东北角的唐人街。卡加唐人街并不是一条街道，而是中央大街靠近公河南岸的几个街区，规模不大，氛围也不算浓。如果不是满眼的汉字和这座模仿天坛设计的卡城中华文化中心，我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。文化中心由霍英东先生等捐助者出资兴建，核心建筑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内部汇聚了大量中华建筑设计元素，大礼堂、博物馆、图书馆和教室一应俱全，为华人文化展示、教育和各类活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。大堂里的活动单页繁简中文都有。就在准备离开的时候，我在唐人街一角发现一个惊喜。家乡的诱惑让我忍不住推门进去，悄悄上楼。几位长者正在认真排练，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，只是静静欣赏，然后悄悄离开。希望有缘还能再见。如今来到温哥华，我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大温的华人规模远超卡加，但那4个方阵的轮廓并没有因此变得模糊，反而在更大的人群里显得更加清晰。家里的孩子参加学校的兴趣社团，看到一张中文的社团招新海报，上面写着只接纳来自港澳台的新生。他用普通话上前问原因，得到的回答是 Sorry, I cannot speak Chinese。 我还遇到过一位非洲裔的 Uber 司机，他说此前他问过2位华裔乘客是不是 Chinese， 2人都很坚定地回答不是，我们是 Hong Kongese。 他问我为什么，我长叹一口气，只能告诉他，或许他们和我们之间还有一些误会没有解开。南边的邻居有个喜欢造墙的总统，而我们心里的这道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起来的？我们都离开了家乡，寻找新的生活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自己的标签，但撕开这层身外之物，无论来自哪里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我们也都只是在这片异土讨生活的人。在竖起戒备之前，为什么不能先因为同根同源的情谊，试探着求同存异呢？找不到答案，或许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真正开口去问，又或许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从来都不是全部。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变得更加紧迫。这是一个 AI 可以生成任何画面、虚构任何故事的时代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只有被镜头真实捕捉、真实发生、真实诉说过的这一切，才是最不可替代的内容。这也是我拿起相机的初衷。在接下来的视频里，我想把镜头对着每一个真实生活在这里的人，记录真实的故事和面对这一切时真实的思考。
无论是关于选择，关于生活，还是关于你自己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而每一个答案都值得被看见。无论你是在北美打拼多年的职场精英，还是经历风霜的第一代移民，亦或只是一个热爱生活、想说说心里话的普通人，如果你愿意和我聊聊你的故事，或者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或者直接联系我。出不出镜，用不用真名，聊到哪里为止，都可以完全由你来决定。我们一起去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。